想象一下，在你的后院，只要有那么一小块空地，大概就跟你家的客厅差不多大，你就能产出需要整整45个标准足球场，或是194座奥运规格的游泳池，甚至是594个篮球场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才能种出来的农作物。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有人靠着这个模式，把一个在自家车库里的业余实验，变成了一个年收入稳定朝着320万美元，也就是超过1亿台币迈进的超级事业。更关键的是，做到这一切的创办人，一位名叫香农的女性，在开始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农业经验。为什么我对这样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叫张磊，过去20多年，我都在做实体，从一个小作坊开始，亲手打磨产品，建立团队，拓展市场。我看过太多风口上的猪，也见过太多勤勤恳恳但找不到方法的匠人，所以我知道一个能落地的、可复制的、底层逻辑清晰的商业模式到底有多珍贵。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一个珍贵的样本。它回答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生意，既能回归质朴，又能拥抱科技，既能从小处走手，又有着巨大的扩展潜力？那么，普通人真的能做吗？这是不是又一个需要巨额投资和高深技术的遥远梦想？影片的采访者也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这个疑问，而创办人香农的回答直截打浪，也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的自我设限。他说：“我开始这一切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农业经验。”这句话就是今天这趟深度思考之旅的入场券。他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你从哪里来，而在于你看到了怎样的未来，并愿意为之付出怎样的行动。所以，让我们一起深入这家农场的内部，看看这个价值千万的秘密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好，现在让我们正式走进这个被称作植物的5星级饭店的地方。从外观看，它就是20个并排摆放的普通货柜，坐落在一片只有1/3英亩的土地上。这块地有多大？换算一下，大概就1300多平方米，比3个标准篮球场大不了多少。而且这块地的前身还是一个没人要的垃圾场。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组合，每年却能稳定的产出等同于70英亩传统农场所能收成的作物量。70英亩是什么概念？将近3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它的土地利用效率是传统农业的210倍。好，现在让我们正式走进这个被称作植物的5星级饭店的地方。从外观看，它就是20个并排摆放的普通货柜，坐落在一片只有1/3英亩的土地上。这块地有多大？换算一下，大概就1300多平方米，比3个标准篮球场大不了多少。而且这块地的前身还是一个没人要的垃圾场。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组合，每年却能稳定的产出等同于70英亩传统农场所能收成的作物量。70英亩是什么概念？将近3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它的土地利用效率是传统农业的210倍。这巨大的效率差异是怎么实现的？答案就藏在这些货柜的内部。当你拉开厚重的柜门，你不会看到泥土，闻不到土腥味，你看到的是一个未来感的科幻场景。一排排高大的白色架子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各种绿油油的蔬菜。空气中是恒温恒湿的舒适感，伴随着轻微的水流声和风扇声。最重要的是那些贯穿全场的蓝色和红色的 LED 生长灯，它们像人造太阳一样，为植物提供着最精准的光合作用能量。这就是垂直水耕农业。它的核心是一套叫做 NFT， 也就是营养液膜技术的系统。我知道啊，这个名词听起来很专业、很吓人，但我们用一个匠人的比喻来理解它，就非常简单了。
传统的土壤种植就像是让植物在野外讨生活，它的根必须费力的在土壤里钻，去寻找水分和养分。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下雨，水可能太多；明天天晴，土可能太干。它还要跟周围的杂草抢地盘，跟地里的害虫做斗争。植物超过一半的能量都消耗在生存这件辛苦事上了。而 NFT 水根系统呢？它直接免除了植物生存的烦恼，让他们住进了5星级的总统套房，唯一的工作就是生长。你看，植物的根不再需要土壤，而是轻轻地躺在一条倾斜的管道里。管道的顶端会有一个水泵，把混合了所有必需营养素的营养液抽上来，然后这层薄薄的富含养分的温泉水就会顺着管道的斜度，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永不停歇的从植物的根系上流过。这就好比是给每棵植物挂上了全年无休的营养点滴，而且是最顶级的配方。植物的根需要多少水就吸收多少水，需要什么养分就吸收什么养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它们再也不用费力去扎根，再也不用担心干旱或淹水。同时，因为是在全封闭的货柜里，这里没有杂草，没有害虫，也不受外面是刮风下雨还是冰雹暴雪的影响。LED 灯可以精确模拟任何季节、任何地区的日照时长和光谱。你想让沃趣以为自己活在春天，它就活在春天；你想让罗勒以为自己在地中海，它就在地中海。这带来了什么结果？第一，生长速度极快。植物把所有能量都用在了长叶子、长身体上。传统需要60天才能收成的莴苣，在这里可能只需要30天。第二，产量极高，因为是垂直种植，上要空间，一个货柜的种植面积可以轻松达到传统平地种植的几十甚至上百倍。第三，品质极好，因为营养均衡，这里的蔬菜维生素含量更高。而且因为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和虫害的压力，它们的细胞壁更完整，口感更鲜嫩，保鲜期也比普通蔬菜长得多。香农在采访中自豪地说：“我们的植物从来没有糟糕的一天。”这句话说得太到位了。它们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一辈子没吃过苦，所以能长得最好。这就是这套系统的威力。他用工程学的思维，把农业从一个看天吃饭的传统行业，变成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和控制的、可预测、可复制的制造业。一个货柜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单元，香农的农场就是由20个这样的生产单元组成的阵列。每个货柜就像一个超级敬业的员工，占地只有30几平米，但每个月能稳定产出1000到1500磅的蔬菜，创造8000到15000美元的营收。当你用这个视角再去看这个农场，你看到的就不再是田园牧歌，而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而它的产品恰好是最新鲜、最健康的食物。技术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最有趣的部分来了，打造这个精密系统的根本不是什么农业专家，也不是什么商业奇才，而是一位连在自家后院种菜都屡屡失败的工程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年前，来看看创办人香农的故事。他的背景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香农的本职工作是一位电气工程师，他的大半辈子都在和电路、系统、数据打交道，是一个典型的理科脑。他热爱园艺，但仅仅是把它当作业余爱好。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她和丈夫从寒冷的北方搬到气候炎热的佛罗里达州之后。佛州阳光充足，看起来是植物的天堂，但香农很快发现，这对一个业余园丁来说简直是地狱模式。高温、暴雨、无处不在的害虫，让他在后院种植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番茄被晒死，黄瓜被虫吃，他精心呵护的小菜园变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试验田。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放弃了，然后去超市买菜。但香农的工程师大脑被激活了，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园艺问题，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一个充满了不可控变数的效率低下的系统。他的脑中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我无法改变外部环境，那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内部环境？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家的车库，那里成了他的第一个实验室。他开始上网研究水耕技术，利用自己的工程学知识，动手搭建起了一套最原始的小型的水耕系统。没有漂亮的货柜，只有一些 PVC 水管、一个鱼缸用的水泵、几盏从网上买来的植物生长灯。起初，这只是一个解决个人痛点的项目，他只想为家人种出一些干净好吃的蔬菜。但很快，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期。在那个小小的、完全可控的车库生态系统里，他的植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茁壮成长，没有虫害，没有枯萎，每一片叶子都绿得发亮。它的产量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自给自足，到后来多到夫妻俩根本吃不完。于是他开始把多余的蔬菜分给邻居。很快，整个街区的邻居都成了他车库农场的忠实粉丝。他们宁愿花钱也想买到他种的菜，因为那种新鲜度和口感是超市里永远也找不到的。就在那一刻，香农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当他站在自己的车库里，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植物，他计算的不是今天能省下多少菜钱，而是一个更宏大的模型。如果一个小小的车库都能供应一个街区，那么一个标准化的、可复制的系统，是不是能供应一座城市？这就是从解决一个个人痛点到发现一个社会需求的典型创业路径。许多伟大的公司都源于这样一个微小的起点。香农的故事告诉我们，创业的灵感往往就藏在你生活中最让你感到挫败和不满的地方。当她确认了这个商业潜力后，她和丈夫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将我们带入今天故事的最高潮，那条充满了风险、挣扎与回报的财富之路。好，现在我们来聊聊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所有想做生意的朋友最关心的部分——钱。这个从车库里诞生的梦想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一个年营收近1亿台币的企业的？香农的财务之路堪称一部教科书级别的创业者实战路。当香农和丈夫决定把这个事业从车库搬出来进行商业化运作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启动资金。他们没有富裕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天使投资人。他们看遍了所有的选项，最后目光落在了2样东西上：他们的 401k 退休金账户，以及他们住了多年的房子的产权证。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停顿一下，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决定的分量。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商业决策，这是一个赌上全部身家的决定。401k 是他们辛苦工作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养老钱，是他们后半生的保障。房子是他们温暖的家，是安全感的来源。我能想象当时的场景，他们可能就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看着那些复杂的退休金提取申请和房屋再融资贷款文件，空气中一定充满了紧张和犹豫。他们肯定会问自己，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疯了？这就是每个创业者都会遇到的赌桌时刻。大部分人在这一刻会感到恐惧，会选择一个更稳妥的路，然后在未来的岁月里偶尔还想如果当初。但香农和她的丈夫选择了拿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选择了 all in。这种勇气不是来自于鲁莽，而是来自于对自己亲手验证过的模式的极度自信。他们不是在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他们是在赌那个已经能在车库里供应整个街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拿着这笔用未来换来的钱，他们买下了第一批货柜，租下了那片废弃的土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第1年。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那1年，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日，所有的设备安装、管道铺设、系统调试都是亲力亲为。但结果是惊人的，在财务极度紧缩的情况下，他们的第1年就实现了盈利，做出了大约6到7万美元的营收。
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它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这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于是他们继续投入，扩大规模。到了第3年，农场的营收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举突破了100万美元大关。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大展前脚的时候，一场席卷全球的危机来了——新冠疫情。对很多企业来说，这是末日。餐厅关门，酒店停业，批发订单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供应链断裂，人心惶惶。香农的农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在这个所有人都踩下刹车的时候，香农的企业家本能再次被触发。他看到的不是危机，而是危机背后被放大的需求。他意识到，当人们被困在家里，当进口食物的供应链变得不再可靠时，对本地生产的、安全的、新鲜的食物的需求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于是，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在经济停摆、人人自危的时候，他选择了逆势扩张。他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一方面开始大力发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业务，推出了订阅制的蔬菜包，直接送到客户家门口；另一方面，他开始接触那些同样在寻找新机会的经销商，建立起了新的销售渠道。更重要的是，当很多投资人手握现金无处可投时，他带着自己已经被验证的盈利能力和疫情中逆势增长的数据，成功吸引到了创投资金的注意。这笔资金让他得以将货柜数量扩大到现在的20个，实现了真正的规模化。从最初单一的批发模式，到如今批发、零售、经销商3条腿走路的多元化营收结构，这家农场变得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强大。如今，他们的年营收稳定地朝着320万美元的目标迈进。从动用退休金的绝地求生到疫情中的逆势飞扬，香农的财富之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风险与回报。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业者不是去规避风险，而是去管理风险，是在看清风险之后，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并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去实行。这个故事里没有一夜暴富的神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辛和在关键时刻敢于下注的勇气。当然啊，一个成功的生意，除了要有坚实的商业模式和创办人的魄力，产品本身的魅力也至关重要。接下来，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农场里最令人心急的一个小秘密，一个能让你在舌尖上感受到魔法的东西。在采访中，主持人有幸品尝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物，它叫红酸蘑 （Red Sorrel）。这是一种微型菜苗，有着深绿色的叶片和鲜红色的叶脉，看起来就像一件艺术品。当主持人把它放进嘴里时，脸上露出了极度惊讶的表情，因为它的味道完全颠覆了你对蔬菜的所有想象。它尝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菜味，那是一种强烈的、清新的、爆炸性的酸，就像是你同时咬下了一口爽脆的青苹果和一颗多汁的莱姆。那种酸爽感瞬间唤醒你所有的味蕾，留下满口清香。这哪里是蔬菜，这简直就是天然的水果糖。香农介绍说，这种独特的作物不仅是许多米其林星级餐厅厨师的心头好，用来给菜品增加一抹意想不到的亮色，更是他们在农夫市集或展售活动中吸引的秘密武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当别的摊位都在让顾客品尝普通的生菜、番茄时，你递给顾客一片红酸蘑，告诉他尝尝看。当他体验到那种前所未有的味觉冲击时，他立刻就会对你所有的产品产生巨大的好奇和信任。这个舌尖上的惊喜成了一个强大的行销工具，但更有趣的是它背后的商业计算。香农透露，红酸蘑的种子是他们所有作物中最昂贵的一种，但正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和高价值，它的售价也极高。
在美国，仅2盎司（大约56克）的红酸膜就能卖到8美元左右。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产品策略。它不仅仅是一个引流的噱头，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利润的明星产品。它证明了这个农场的成功不仅在于规模化生产大众蔬菜的能力，更在于它能精准地找到并培育出这种高附加值的利即市场产品。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做自己的生意时，除了要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我们是否也能找到一个像红酸膜一样的独特的、能创造惊喜和高利润的切入点呢？好了，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看完了香农如何从一个失败的园丁变成一个1000万级别的农业企业家。我们解密了他那如同植物5星级饭店般的货柜系统，也一起感受了他赌上身家逆势扩张的魄力。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故事对我们这些渴望创办自己的事业的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及我们的第一步可以从哪里开始？首先，我们要明白，香农的成功绝非偶然，它背后有几个非常清晰的商业原则在支撑。第一是可扩展的系统设计，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农夫，而是一个系统设计师。货柜就是他设计出来的标准化生产单元。这个模式的优美之处在于，你可以从一个货柜开始，当你赚到钱，你可以买第2个、第3个、第10个。它的扩张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复制，这就是所谓的可扩展性。第二是对单位经济效益的精准计算，他清楚地知道一个货柜投入多少电费、水费、人力成本，能产出多少磅蔬菜，创造多少美元的营收。他脑子里有一本清晰的账，只有算得清这笔账，你才能在扩张的时候心中不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务实和坚持。从车库实验到用退休金下注，再到疫情中抓住机会，每一步都体现了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洞察力、决断力以及最重要的执行力。那么，对于荧幕前的你我，如果也想踏入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需要几百万的启动资金去买货柜呢？香农给出了非常务实的建议。他说：“你完全不必，你的第一步可以非常小，小到就在你的家里。”行动指南1：从家用水耕套件开始。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家用小型水耕设备，从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你可以花一点小钱买一套回来，先试着为你的家人提供最新鲜、最干净的蔬菜。这个过程不仅能让你亲身体验水耕的乐趣，更能让你学会最基本的种植知识和系统维护技巧。这是一个零风险的学习过程。行动指南2：专注于高利润的微型菜苗。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小生意来尝试，香农特别推荐从微型菜苗入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红酸蘑，微型菜苗是许多蔬菜的幼苗形态，它们富含营养，风味独特。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生长周期极快，很多品种从播种到收成只需要7到10天。而且它们占用的空间极小，你可以在家里的阳台或者一个小架子上就开始生产。因为它的高价值，你只需要卖给周围的几家高端餐厅或者邻居，就可能获得一份不错的额外收入。这是小规模创业者最好的以小博大的切入点。你看，通往未来的道路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宏大叙事，它可以始于一个小小的水耕盒子，始于一盘小小的微型菜苗。特别是这种7天就能收成、利润又高的微型菜苗，你觉得还有哪些有趣的商业模式？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点子吧。如果你觉得这则内容对你有启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商业拆解，请务必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而且你知道，这类深入揭秘商业模式的内容非常敏感，建议你立刻保存下来，方便日后反复观看。而且你知道，这类深入揭秘商业模式的内容非常敏感，建议你立刻保存下来，方便日后反复观看。